大家好，我是小雪。而是小人物。前天看完《功夫女足》，我失落了很久，不是因为電影難看，而是我突然發現，今天連周星馳也拍不出周星馳了。功夫女足失敗了嗎？其實不是，真正回不去的是少林足球那個年代。這幾天中國大陸的短視頻平台幾乎為了功夫女足吵翻天了。有人說周星馳江郎才盡，有人說這是在消費情懷，也有人說只要還是周星馳，我就願意買票。以後一定要再多拍電影，能一直拍下去，能讓我們繼續了解您，懂了您。他們吵的是電影，我看到的卻是另一個問題。截至我寫稿的時候，功夫女足上映4天，票房已經突破7億元，說明願意為周星馳買票的人一直都在。真正分裂的不是票房，而是電影散場以後我們帶走了什麼。歡迎收看小雪的頻道。我早就過氣了對啊我也恨我自己這個能力也不夠啊！我希望我可以再做多一點點，因為沒時間了，我真的。小時候我一直覺得周星馳不會老，直到看見這段採訪，我才發現他也會懷疑自己。他知道今天的自己很難再拍出當年的電影。看完採訪，我沒有去翻影評，我重新看了一遍《少林足球》，然後我終於發現，我最懷念的根本不是那些經典台詞，而是那些角色，比如金剛腿、鐵頭功、二師兄、阿梅。20多年過去，他們的名字我到現在都還記得。反過來看《功夫女足》，電影結束以後，我卻想不起幾個角色。這不是演員的問題，而是人物沒有留下來。後來我終於明白，周星馳最難複製的從來不是無厘頭，而是對小人物的刻畫。看功夫女足的時候，我就感覺哪裡不對，不是不好笑，而是有點尬。其實足球就2個字 ，Be what, my friend。很多演員都在努力演周星馳，卻沒有人在演自己。比如配樂、鏡頭、無厘頭、經典橋段，甚至很多包袱，都在告訴你，你現在看的是周星馳電影。可真正的問題就在這裡，一部電影如果需要不斷提醒觀眾自己是誰，說明他已經不像自己了。以前看少林足球，沒人提醒你這是周星馳，電影一開始你就走進去了。今天看功夫女足，卻總有一種感覺，像是用中國大陸電影的皮囊，硬套上周星馳港式無厘頭的靈魂，怎麼看都有點出戲。電影結束以後，我記住的還是那些熟悉的配樂，那些經典橋段，還有塑料感的特效。可真正留下來的只有2個字，沒人。是張小斐和其他演員的問題嗎？不是，真正的問題只有一句，角色立不住，笑點就立不住。以前周星馳電影，觀眾會記住醬爆，會記住二師兄，不是因為戲份的多少，而是因為像普通人。周星馳拍的從來不是笑話，而是小人物。很多人說功夫女足笑點很多，這一點我同意，但真正讓我笑出來的沒有幾次。問題不是笑點少，是笑點打動不了我。周星馳以前拍無厘頭是瘋鬧誇張，但都有邏輯。比如少林足球裡，斯煙仔一本正經地說，我是汽車維修員，身上帶着扳手，帶着錘子。正如我剛才所說，我身為一個汽車維修員，有個錘子在身邊也很合邏輯。他一本正經的胡說八道，但你信了，因為這個角色立住了，後面他說什麼你都覺得合理。再看功夫女足，很多角色前一秒吵，後一秒喊，情緒說來就來，觀眾根本不知道他為什麼激動。不是演員不會演，是人物沒有成長，情緒就沒有重量。再回過頭看少林足球怎麼處理角色，二師兄上場前先給阿珍打電話，20年的遺憾，一句其實我愛你。喂，阿珍吶。田雞啊。是啊，這20年來，有句話一直埋在我心裡，其實我愛你。角色一下就活了，所以後面他站到球門前，觀眾不是在看一個守門員，是在看一個終於放下遺憾的人。這就是周星馳以前最厲害的地方，他先讓你相信這個人，再讓這個人去搞笑，最後你笑着笑着眼眶就紅了，反而記住了他。反過來看功夫女足，電影結束以後，我記不起幾個配角，甚至除了3位主角，很多人會什麼功夫我都想不起來。所以我越來越覺得一句話，
真正的無厘頭從來不是莫名其妙，是人物站得住，再離譜你都信。很多人看完《功夫女足》，第一反应就是特效不行。我覺得問題沒這麼簡單，《功夫女足》的特效很多，金鐘罩、猛獸、CG 幾乎塞滿了整部電影。可問題來了，2026年的特效為什麼還沒有25年前《少林足球》更有衝擊力？因為以前拍的是動作，今天拍的是特效，這是兩回事。少林足球裡每一次射門，你都能感覺到力量，每一次停球都有爆發力。功夫也是一樣，高手過招，拳腳本身就是戲，特效只是放大動作，不是代替动作。再看功夫女足，很多鏡頭，演員剛準備發力 ，CG 先出來了，金鐘罩直接照下來，豹子直接跳出来，觀眾看到的是特效，不是人物，所以很多人會覺得不是特效假，而是力量感沒了。還有一點，其實更明顯，少林足球看完，你會記得金剛腿、鐵頭功、輕功水上漂，因為每一種功夫都長在人身上。可功夫女足看完，除了3位主角，很多配角練了什麼功夫，我已經想不起來了。這說明什麼？說明觀眾忘記的不是技能，是角色。所以我越來越認同一句話，電影不是靠特效留下來的，電影是靠人物留下來的。特效會過時，人物不會。很多人把功夫女足不好看全部怪到周星馳身上，我覺得只說對了一半。一部電影拍出來，導演很重要，但導演決定不了一切。為什麼？4個原因。第一，資本變了，以前電影先講故事，現在很多電影先算風險，投資越大越没人敢試錯，所以市場越來越喜歡安全牌，經典越來越少，不是因為沒人會拍，是沒人敢拍。第二，市场變了，短視頻把觀眾胃口養壞了，3秒沒有刺激，很多人就滑走，電影只能拼命加包袱，拼命加反轉，最後角色沒時間成長，笑點有了，人物沒了。第三，周星馳變了，20多年前他拍的是自己的生活，今天他的身份、年齡、經歷都變了，創作者會成長，也會改變，要求60多歲的周星馳拍出30多歲的周星馳本身就不現實。第四，創作環境也變了，市場、資本和表達空間都會影響一部電影，這一點沒有必要回避。但如果把所有問題都推給其中一個原因，那只是把複雜的問題簡單化。所以我不認同一句話，周星馳江郎才盡。我更認同另一句話，拍不出周星馳的，已經不是周星馳一個人。很多人說周星馳江郎才盡，我覺得現在下這個結論還太早。功夫女足有問題，人物不夠鮮活，笑點不夠扎實，這些批評我都認同。但如果把所有問題都算到周星馳一個人頭上，那就太簡單了。畢竟電影、市場和觀眾都變了，所以今天我們討論的其實已經不是功夫女足，而是為什麼今天再也拍不出當年的周星馳。很多人說功夫女足沒有以前好看，我相信，因為我也有這種感覺，這種感覺未必都是電影的問題。就像很多人長大以後回到家鄉，再去吃小時候最喜歡的小吃，老闆沒換，配方沒變，可總覺得沒有小時候香了。很多時候變的不是味道，是我們自己。很多年輕觀眾可能不知道，《大話西遊》剛上映的時候票房並不好，評價也很普通。後來它沒有消失，反而在中國大陸重新火了。90年代末 ，VCD、盜版光碟，大學校園讓一代人重新認識了它。我在北京上大學的時候，圖書館裡居然有不少關於《大話西遊》的書，有影評，有畫冊，還有專門聊周星馳電影的。那時候我才發現，原來一部電影真的可以陪伴一代人成長。電影會下映，好電影不會。所以今天就給功夫女足下結論，我覺得太早了。採訪裡周星馳說因為沒時間了，聽到這句話我忽然理解了他。功夫女足會不會成為下一部少林足球，沒人知道。時間會回答功夫女足失敗了嗎？我覺得沒有，真正回不去的不是周星馳，是那個相信小人物也能贏的時代。如果是你覺得功夫女足拍得怎麼樣？你最喜歡周星馳哪一部電影？歡迎留言，我們評論區見咯。如果時間能重嚟一次，你仲會拍電影嗎？會，只係會拍快一點。
因為時間唔等人。